大家好，嚟到智多嘢講，今日想同大家 share 嘅係全球第一宗自動駕駛車出現嘅致命意外。呢個世界科技日新月異，自動駕駛車就好似科幻電影入邊咁樣，承諾帶嚟安全同埋方便。但係如果出事嘅話，邊個需要負責任呢？喺2018年3月18號嗰日係星期日。嗰日嘅深夜喺美國亞利桑那州淡佩市，一個16萬人嘅一個細城市，一個漆黑嘅大街上面，一位49歲嘅女人 Elaine Hansberg 推住架單車喺漆黑嘅馬路上面慢慢咁行緊。佢係諗住翻屋企嘅，但係唔知道呢一刻原來就係佢生命嘅終點。同一時間，一架 Uber 自動駕駛嘅 Volvo XC90喺自動駕駛模式之下高速咁行駛，而車入邊就係 Uber 嘅司機 Ravella Vasquez R。當時嘅車速係每小時40英里，燈光閃爍，嗰陣時嘅路安靜得非常之嚇人。而突然之間，系統偵測到前面有障礙物，但係呢個時候車一啲都冇減速，完全冇轉方向，竟然係直衝過去。而一聲嘅巨響，被撞到喺100米以外，單車散落一地，車終於停低，但係已經太遲啦。當場死亡，佢成為咗全球第一個被自動駕駛車撞死嘅行人。而呢一刻，全世界嘅目光都聚焦喺一樣嘢上面，究竟係科技出錯，定係人為失誤？責任係邊個孭呢？意外發生之後 ，Uber 即刻暫停所有自動駕駛測試。而警方嘅調查發現，車入邊嘅攝影機錄得到 R 喺撞擊之前嘅幾秒，佢一直低頭咁樣望住手提電話。而警方話佢當時係睇緊 video， 完全冇留意路面。但係 R 否認，佢話當時自己只係 check 緊公司嘅 message。而竟然係呢個細節成為咗整個案件關鍵嘅轉折位。呢件事政府介入調查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佢哋發現 Uber 嘅自動駕駛系統本嚟係應該偵測到係行人，所以避開嘅。但係正正就係嗰陣時，軟件出錯，將佢誤判咗為不明物體，所以冇及時剎車。呢個係 AI 嘅失敗。而同時之間，委員會指出 R 作為司機係有責任時刻監察同埋介入，所以佢嘅分心竟然就成為咗意外嘅可能成因。如果系統係完美嘅，司機唔使做嘢。但係如果系統係有問題嘅，司機竟然要負上控制上嘅責任，呢度開始責任就轉移啦。Uber 好快就同嘅家人達成咗民事和解，賠償咗一大筆錢，免除咗法庭大戰。但係刑事責任呢？係死咗喎。喺2019年事件發生之後嘅1年，亞利桑那州檢察官宣布 Uber 公司不需要負上刑事責任，因為喺法律上面，自動駕駛車嘅責任主要係落喺司機作為操作者身上。而呢個決定令到全世界震驚，竟然車公司、科技公司逃過一劫，但係 R 呢，佢成為咗世界嘅焦點。喺2020年，經過咗2年嘅調查， R 被控以過失殺人，呢份罪相當之嚴重。如果定罪嘅話，可能要坐監4至8年。而佢嘅律師就反擊，話 Uber 嘅安全文化根本上有問題，公司冇足夠訓練，而 AI 嘅系統本身都有缺陷。R 只係一個無辜嘅受害者。呢個案件拖足咗足足5年，期間充滿咗轉折。有證據顯示 Uber 內部早已經有員工警告安全隱患，但係公司冇理會。而 R 自己都話
佢被安排做呢份工，但係系統實在太複雜，佢根本上跟唔上。如果責任係喺系統上面，Uber 要賠，但係如果司機介入控制，就算只係監察，都可能要負上責任。法律上面，自動駕駛係有唔同嘅級別嘅，而呢架車係當時係 Level 3，係需要有人監察，所以責任喺呢度轉嚟轉去，公眾開始質疑自動駕駛車係咪安全嘅呢？再重點嘅就係邊個控制，邊個負責？終於喺2023年7月，經過咗漫長嘅法庭拉鋸，R 認罪，而佢嘅罪名減輕為危害他人，只係判3年嘅緩刑，唔需要坐監。呢個結局揭露咗一個真相，最終 R 作為司機係負上咗刑事嘅責任，因為佢介入咗控制，又或者咁講，因為佢冇介入控制。但係背後嘅 Uber 公司逃過咗刑事追究，只係內部改革咗自動駕駛部門，最後甚至將呢個部門賣咗出去。呢件事充滿咗懸念同埋轉折。喺 AI 講到非常之輝煌嘅世代， AI 出事嘅話，究竟係邊個嘅責任呢？去到而家時至今日，依然係非常複雜。科技嘅進步，但係法律完全跟唔上。司機、公司、AI 之間嘅界線非常之含糊。我諗呢一件事值得大家我哋去諗嘅係，無論你係自動駕駛車嘅司機，又或者係乘客，又或者只係路上嘅行人，好可能都會被介入自動駕駛呢個 AI 嘅爭議入邊。大家又覺得應該邊個需要負責任呢？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